记得吗，栾凤？都数不清多少次了，他依然那么执着地去改变。也只有你和我记得，我们已经困在这间酒馆中很久了。那酒让他有一炷香的时间，去梦中改变那些人的结局。如果这剑香烧完，他却还没有将书中那些人的命运改变到正确的轨迹上，那么这一切又会前功尽弃。他会梦醒，然后忘记这一切，又再次踏入这间酒馆，而我又必须装作第一次见到他。很讽刺，是不是？我已经认识他太久了，可他却永远只认识我一炷香的时间。考试规定，只要在幻境中成功存活，便可获得入门资格。现如今我已通过考试。堂堂蜀山，难道要言而无信，强行剥夺我的入门权利吗？好一个言而无信！长眉兄，我倒是觉得这位姑娘说的颇有几分道理。依刚才幻境所见，当时情况危急，若是这位姑娘为了集体大义，投身险境的话，我想她必定会和别人一样，会遭殃的。这就是所谓救人不成反害己。还有那位金公子，金公子头脑灵活，只不过言语和行为上有些欠考虑。不如这样，你和金公子一起加入我们苍虚，好生修炼。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本公子正有此意，弟子这就拜见掌门。拜见掌门。麒麟云，你拜入苍虚门下之后，希望你早日醒悟，人这一世，毕竟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。麒麟云，金99，苍虚新晋弟子。这里是蜀山天门峰，古门前的2块灵石，左为苍虚，右为蜀山。触摸灵石，便可自由上下蜀山，不会受结界阻挡。而这灵石会赋予你们天地之灵气，日后也好有个习武修行的根基。各位新弟子，不要以为你们上了蜀山就可以松懈懒惰，日后会有更大的磨砺和考验等着你们。这第一呢，就是规矩。规矩，你们懂吗？长幼尊卑，师徒辈分是万万不能乱的。我呢，就是你们日后同门师兄，莫不凡。哎，他就是莫不凡呐！嘘，你小点声。我听说啊，自从真良师兄死后，他就一直站在二师兄的位子上，就是提不上去。新弟子上前，一一在灵石上登记信息。啊！松开！走。哎，白师兄！新弟子跟我来触摸灵石。快走！阴南，快点！啊！哎呀，松开！白饭团！大师兄好。师兄好。
师兄好。好，下面就由我带你们参观蜀山。世人都知道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你们应当感谢祖师爷发明的灵石，免去你们行路攀爬之苦。但是，也只限于奉师命上下蜀山。如果你们谁想耍小聪明，借此便利偷偷下山谋私的话，或者与别门别派私会，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我蜀山掌门长眉真人，便在那神气峰上盯着你们。你们各自要好自为之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我记得有位考生，当时宁死不愿入我蜀山，独独忠义苍虚啊。那不如由你来说说看，这苍虚和蜀山之间，到底有何关系啊？于英南。啊！书啊，什么书啊？重秀才给的书。啊！哥，第一页，蜀山与苍虚本系同根，乃是群峰之上修为最高的两个门派。数百年前，蜀山有一弟子，不满足于门派中只崇尚剑法的理念，便潜心研究内功心法。后从蜀山分离出来，创建了苍虚，这便是苍虚第一代掌门枯竹老人。与蜀山的群峰不同，苍虚建于一座孤峰之上，两个门派一锋锐一绵长，一刚强一柔韧，虽有不同，却一脉相承。而这一脉便是由一条潜龙索相连。这便是连接蜀山和苍虚两派的潜龙锁。你们是不是很疑惑，为什么没有桥索？这过潜龙锁的步伐内含乾坤，玄妙无比。你那本破书上肯定是没有记载的。不过你们也不必好奇，只有两派掌门和门中高级别弟子才有资格知道步法的要诀。比如你们师兄我。如果我学会这个步伐，就可以过去苍虚看我的白饭腿。蜀山和苍虚之间各有结界，而结界的交汇之处便是潜龙锁。由于结界能量强大的缘故，这里一年四季不分日夜都亮如白昼。有了它，平日里往来苍虚和蜀山，便免去了翻山之苦。但是，若不知道结界步法，便冒闯潜龙锁，轻则会受两派结界反弹受伤，重则会落至万丈深渊。希望你们谨记，不要贸然靠近这里。来吧，跟我离开这里。你们面前这棵树名叫苍天，
是一棵四季繁盛、花开不败的神树，也是我们苍虚能量的象征。而这盘龙错节的树干中，蕴藏着许多种树灵。不错，那些树灵，正是我苍虚一派的武器来源。弟子拜见过掌门。所谓因材施教，因地制宜。我们苍虚不像蜀山，只能练剑。只要你们决心够，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苍天树中，收复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武器。敢问掌门，这树灵之中哪一个最强？我金九九只要最强的。你这后生野心倒是不小，不过你若是真要见到了天蚕灵竹的树灵，恐怕就没这份勇气了吧？天蚕灵竹生性霸道狠戾，它的周身锋利无比，且带有剧毒。你们日后取武器时，若是见了，万万不可招惹。我看择日不如撞日，选取武器一事，不如就放在今天吧。掌门，往来都是些素有经历的苍虚弟子才能选择武器，而他们现在还只是会些粗浅皮毛的新人，内功根基一点都不牢固。如果让他们现在就进去，我怕什么？还怕我苍虚的一棵神树把他们吃了不成？我苍虚从来都不收留无用之人，今天就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吧。今天是你们证明自己的好机会。如果你们得不到自己的武器，那么就只能从最普通的佩剑开始练习。你们甘心如此吗？吓我一跳！吵死了！古意，千万别怪师傅心急，我的这番苦心，是为了他们好。弟子明白，师父心系苍虚众人，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得道成才。今日的招生结果你也看见了，现在的人都是趋强避弱，我们苍虚现在人丁稀落，怪不得别人，只有自强才是正道。这就是天蚕灵珠。
天残灵珠果然厉害。怎么，刚刚传信给本宫，如今却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还望公主责罚。你倒是不紧不慢的，我这可等个心焦呢。怎么，不想破掉封印，让本宫出关吗？公主息怒。属下虽错上苍虚，但已寻得法宝，助我过前路锁。请再给属下几天时间，属下定能破除封印，潜入蜀山，帮助公主出关。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。不过这时间久了，人的记性也会变差。我好心提醒你，别忘了你是如何入我洛仙宫的。我们这算赢了吗？我们活下来了。这么多人里，就活下了这么2个，算是可用之才。可此2人关系密切，看起来十分要好。属下担心，他们日后难免会互相牵绊。你们已经打了3天3夜了，应该也累了吧？我给你们准备了可口的饭菜，还有热气腾腾的洗澡水。
当然了，这一切只能给你们中的一个。公主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，我可以帮你杀人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喏，这是朱颜草，其花可入药，其叶有毒，需明辨。为什么给我药草？这个时候不是该说谢谢吗？有人曾经对我说过，有伤就要治，即使是男子汉也不必逞强，何况你是女子呢？谢谢。不用，你新入苍虚，我又是前辈，以后若有事啊，可以放心向我求助的。世人都会选可以医人的花，丢弃有毒的叶，可我从来不是可以向阳绽放的花，谁又会来选择我呢？金丁且慢。白骨翼啊！喜欢又能怎么样啊？他人在苍虚，我又见不到他。哎，难道你能让我见到他？秘密都是用秘密换来的。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蜀山的宿舍都是先到先得。如果你去晚了的话，你的莫不凡师兄可没有什么耐性哦。云南，没有过去的人是不存在的。你的秘密是什么呢？惨了惨了！哎，哥！
怎么了？哥，我的房间在哪儿呢？你来这儿干嘛呀？烦，名字叫不烦，可是实际上特别烦。说好了叫不烦的，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烦？炸鸡？我是出现幻觉了吗？怎么会有炸鸡的味道？苍天呐！你给了我一张发现美食的嘴，可是为什么就没有给我一双会做美食的手呢？鸡是好鸡，但是火候不对。下锅的时候要用温油，这样鸡皮就不容易老。姑娘，你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炸鸡的人吗？包在我身上，我可是年年有余元气炸鸡唯一的传人。鲜炸香脆，元气好味。干杯！实在是太好吃了！你还好吧？你没事吧？好吃，真是太好吃了！哎呦，实在是太好吃了！没想到我孑然一在有生之年能够品尝到这神一般的味道，真是不枉来人世间走一遭了。那你要吃，你别噎着了。姑娘，看你的装束，还没有穿上练功服，真的是新晋姐姐吧？你宿舍在哪儿？我的宿舍，还是别提。那要不然你搬来跟我一起住？啊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！你看这里这么大，不过作为补偿，要每天做元气炸鸡给我吃。没问题。师长，您的菜送过来。师长？谁师长？找我的。
看着吧，你把菜放地上吧。你是长，打今儿起，在这蜀山上，我罩着你。太棒了！干杯！原来你就是那个不愿上蜀山的新弟子啊！你的光荣事迹我可都听说了，可是为什么呀？蜀山人杰地灵，灵气旺盛，养出来的鸡特别的好吃。你怎么还想上苍虚啊？其实，我就是一个小村村少女，胸无大志。经过这么多的折腾，也只是为了想能天天见见我心目中的大英雄白骨印。哎呀，没想到你还这么有少女情怀啊！好吧，看在我俩有缘，你又给我做这么好吃的炸鸡的份上，我就偷偷的告诉你，啊，晚上你可以去苍虚的边境乾隆所附近。乾所？白骨一经常会在那儿练功哦。是真的吗？真的？一定就是这里。白天，乾隆所。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蜀山不是有结界的吗？余英南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接下来说的话你一定要好好记着。哼，你上次害我投错光魄，进入蜀山不说，这次又要怎么害我？你弄丢了白饭团，却邂逅了白骨印，有些事祸福难测，你又怎么知道上了蜀山就一定是一件坏事呢？你听好，1年之后，血月凌空之时，你一定要杀死身怀赤魂石之人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拯救自己最爱的人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什么血月凌空啊？哎，还有，谁是我最爱的人啊？哎呀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先上乾隆所，苍虚。我为什么会从梦中醒来回到这里？难道故事的结局已经改变了？不，是因为留给你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你进入梦境的时间不再稳定。这本书的结尾，是赤魂石毁灭了整个天地。方才我看屋外情景，竟和我梦中有几分相似，一切都异常熟悉。难道？没错，你并非第一次来到这间酒馆。其实你已经来过许多次，
每一次都请求我帮助你以酒为引，让你入梦，但酒的效力只有1炷香的时间。等香烧完，你就会梦醒，然后离开这座酒馆。你又会忘记我们又会重复一遍之前的对话。我知道，改变梦中之事是你内心的执念，即便忘记了千百次，依然会想起。可你现在要知道，如今的状况，你若再回去，等香烧完，很可能再也醒不过来。我不怕。虽然刚刚我已经将最重要的预言告诉了余英男，但往后1年之间变数无常，我唯有一直留在那故事里，等待着余英男生命中最重大的转折点，让他走上另外一条路才行。无论如何，请你再帮我进入梦中一次。时间不多了，可以吗？白饭团！血月凌空之时，你必须杀死身怀赤魂石的人，才能拯救你最爱的人。你必须杀死身怀赤血月凌空之时，才能拯救你最爱的人。白饭团！白饭团，看到你没事就好，只要有我在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死的。傻丫头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这只不过是一场梦，等梦醒过来啊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你开心生活就好。你武功那么高强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哎呀，我真是太傻了，白饭团！起床啦！余英男，起床啦！云姐，哼，英男，玄音钟已响，今日是我的课。你要是敢迟到的话，我错了，云姐。剑虚剑。云姐，等我一下。我的鞋呢？哟，仗着自己跟师长一个宿舍，就能迟到了是吧？我一早上已经够混乱的了，你就不要再说了。各位，现在时辰已经不早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开始了？师长好。我就是蜀山剑侠严仁英，日后你们课上必须叫我师长或者是师傅，课下嘛，可以叫我仁英姐。今天是大家来到蜀山的第1堂课，我就先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蜀山的剑虚。有这么多剑，那是不是可以随便选啊？历代蜀山弟子的佩剑都是从剑虚当中挑选出来的，只是需要达到一定的修为，才能获得剑虚中剑的认可。在此之前，你们只能用普通的练功剑。师长讲的没错，就好比我背上这对列缺双剑，那可是费了一番功夫才得到的。还有我们手上的砍离双剑，这可是花了1年的功夫才拿到手的呢。每名弟子一生中只能拥有1把佩剑，他将会认你做他的主人，成为日后与你并肩作战的伙伴。据说有灵性的剑会发出剑鸣，指引那个有缘人找到他，成为他的主人。
真的想再入那梦中一次吗？即便再也无法回到现实。是，无论付出何种代价，这结局我一定要改。我会一直留在那梦境之中，直到余英南未来想起我的那一天，直到那天地的结局被改变。若你这次再不成功，这梦中天地，怕是又要再毁灭一次了。我又要再忘记你一次吗？我会记得你的，我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你。那我可以好好看清你的脸吗？我一定会牢牢记在心里的。你不会记得的。你去吧。希望这次你能够成功了却这份梦中执念，玉英南也能走向另一个结局。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你听得到我吗？余英南，你好啊。你好。带我走吧。啊。我没事儿。注血神光剑。怎么可能？注血神弓箭是大师兄真良的佩剑，只有蜀山大弟子才有资格使用。怎么可能认他当主人？哦。
怎么样，长梅？我就说了，我赌对人了。没想到这于英奇居然拔得了筑雪神光剑，的确是不凡。不过，这于英南，于英南也算青年才俊，你该高兴才对。自从五行灵蝶飞散，你用女娲剑降服精灵蝶后，他嵌在石壁上整整3年。他可是第一个能将它拔出来的人。于英南能够如此，说明他和金灵蝶有缘。不过有缘还得有分，能否将金灵蝶幻化出世，尚未可知。这其中的艰难，就连你我都要忌惮3分。哎，剑是他自己拔的，没人逼他。不过我倒是好奇，如果真的逼一逼他，他不知道会作何让人惊讶的事。哎，这个急不得。这灵蝶一事关系到我蜀山乃至天下的兴衰祸福，岂容儿戏对待？况且于英南小小年纪，还未受过挫折，也许这般沉重的命运，并不适合他来承担。谁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担当大任。我们的长梅哥哥，难道生来就是蜀山掌门不成吗？不要拿我来论事。哼，你呀，做人就是死板，才会显得老，经常让我担心。讨厌。哎，好好看这本书，反省一下自己。这书这么皱，是你翻了很多遍了吧？哼。这太阳都晒屁股了，怎么没饭吃啊？哎呀，你想要绝食也别带上我呀，儿子，肚子饿了。哎呀呀，浪费了，浪费了！哎，等，酒也没了，酒没了。哎呀呀，太浪费了！哎，站住！啊，我说你没事跟老爹斗什么斗啊？啊，你小小年纪学人家闭关，闭什么关啊？不就是不让你去蜀山而已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啊？为我好，你就应该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！你整天喝酒赌钱不干活，可是这些我都无所谓，因为你是我爹。但是这么多年我就这一个愿望，你连听都不愿意听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儿子放在心上？我要离家出走！又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要和小飞一起离家出走。哼，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出走了。哎，蜀山现在也进不去了，你念2句就回来啊！哎。粗。这是精灵阵，你们刚入门，首要的练习是基本剑术。你们都拿到了练功剑，便是你们一试身手的好时候了。来，就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天资。谁是精灵阵第一个入阵者？余音起。
师尊，我对你们越来越期待了。谢师尊。白饭团。哎呦呦，什么风把追云真人吹过来了？来，掌声欢迎追云真人。好了，我这次是找长眉兄有要事商议，顺道就过来看看。这一看，果然是不同凡响。你们蜀山真是人才辈出。哪里哪里，苍虚才是人杰地灵。我们精灵镇训练才刚刚开始，如果有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请真人多多见谅。好，下一位，于英南。躲什么？不过就是几枚心灵而已嘛。英男，姐姐。我说过可以换剑吗？还把你的剑扔在地上，快捡起来！师尊，英男的剑没有剑身，恐怕没有办法。在我的课堂上，没有理由。快捡起来！英男！你们笑什么？原来这蜀山也有浑水摸鱼之徒。其实所谓资质是不可强求的，大抵如此吧。于英南，师尊，可是这一把没有剑身的剑，怎么可能劈得开金灵啊？哎，如果要是换一把剑的话，我……够了！每一个蜀山弟子，一生中都只有一把属于他自己的佩剑。如果你抛弃了它，就等于抛弃蜀山弟子的资格。身为蜀山弟子，你竟连一个小小的精灵阵都无法通过。我想，你早晚都会被赶下蜀山。今天的课程结束，不想再看到你们又多一个人没裤子。走吧。好了好了，别拉这个脸了。你哥哥我这么聪明，稍微点拨你两下子，砍一下精灵肯定没问题的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已经在白饭团面前都把脸给丢尽了。于英南，开锅了。啊！哎，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于英南居然对火锅都提不起兴趣了。你叹什么气啊？啊！这已经是你坐下后叹的第8口气了。不就是在别人面前出了点小差错吗？什么大不了的？那不是别人，是白饭团。
来来来，再给你们加一份鸡块。哇，这看什么？味道怎么样啊？好吃，好吃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的家书到了。哦，来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这些是你们的。那这看什么？拿去，你的。哎，这家书什么的都不用看了，吃完再看吧。哎，先吃涮菜。哎，就是。是啊，这个好吃。这魂是在伏魔谷，有结界。难道是王大叔所说的蜀山内影传信给我？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们先吃吧。英菊，你要回来晚的话，就只有涮菜汤可以吃了，别怪我们啊。吃吧。英南姐姐，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快到蜀山了。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我终于向我爹宣战。我要离开他来找你，我们一起在蜀山练武，以后过上仗剑江湖的生活。萧郎，亲笔。哎，英南，你有没有听说前几天蜀山脚下有个小孩被狼咬死了？太可怜了。什么样的小孩啊？男的女的？我听说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小男孩。对，小男孩。不行，我现在要下山。哎，英南，你的脑袋被精灵撞坏了。对啊，没有师长批准下山会被罚得很惨的。那我就向师长请假。任英姐，任英姐，我有事找你。哎呀，任姐，我进来了。任英姐，你醒一醒啊！我有事找你，任英姐。任英姐，你看着我。任英姐，我是于英南，我是来向你请假的。我有一个弟弟，他遇到危险了，我得下山去救他。啊，你答应我了，也就是说，你批准我下山了，是吗？谢谢任英姐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这里的感觉为何如此熟悉？他怎么会来？
握仙权。只要留住这泉水，公主就能顺利出关。好强大的结界，一般武器根本无法破除。 这就是赤魂石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骑兵长们，弟子进入伏魔谷之时，闯入者已经离开，当时被剑阵所击退。可门风光破入池之时，我便从你眉眼中看出他的影子。你此番上山，便是为了你火力一族查看赤魂石吗？弟子隐瞒身份上山，只为了安抚族人之心。
如今族人丹火异动，我却丧失了守护者之力，此举实属无奈。如果有任何惩罚，我都愿意一人承担。还请掌门勿怪罪我其他族人。起来吧。我蜀山一直肩负守护赤魂石的重任，可是3年前用来平衡赤魂石的5行灵蝶无故飞散，给你火离人带来不小的灾难。我又有什么资格责怪你呢？不过幸好，如今金灵蝶已有出世之兆。英奇，你可愿助我一臂之力，在不暴露你火离人身份的情况下，帮我集齐5行灵蝶？只要能够稳定赤魂石，让我族人免于受难，我与英奇都愿意一试。好，这金灵蝶藏于剑中，剑成而灵蝶出。你要做的就是帮助这剑的主人驯服他的佩剑。此人就在蜀山。对，便是你的妹妹于英南。英南。长史，七姐姐，可把你盼回来了。公主呢？啊，多亏你破了那个锁仙泉，公主已经准备出关了。你也可以回乐仙宫，不用再待那破地方了。我们还是快去接公主出关吧。嗯。长史祁凌云恭迎公主出关。恭迎公主出关。3年了，我终于回来了。蜀山苍虚大矿就是如此，似乎对公主出关并无察觉。把你派上蜀山，果然是正确的。3年前，要不是那群道貌岸然的小人将我重伤，并用锁仙泉将我封印，我也不至于要在这汨罗池中待到今天。还好，我出关了。待我寻回天玄星沙，这新仇旧恨，我会一并跟蜀山清算。公主英明，属下定当全力以赴。只是这天玄星沙在蜀山并无踪迹，属下寻觅多日也并无所获。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我自有打算。你只要安心潜伏在苍虚，不要让人发现你的身份就好。属下领命。有件事我要提醒你。
这花不见水便会枯萎，兵器不练便会钝。苍虚可不比洛仙宫，什么人都有。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，表面上安乐祥和，实际上阴险毒辣。你可不要被那些假象骗了，忘记自己是什么人。属下明白。明白就好。毕竟，你是我最满意的作品，不然我也不会赐你这枚至宝雾星沙了。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，我可以帮你杀人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你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不要阿锦，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分开过的。不要阿锦。你不觉得他现在这样比死了更痛苦吗？帮帮他，他是你最亲近的人。人都是因为拥有，才会害怕失去，才会感到痛苦。刺下去吧，刺下去，你就再也不会感到痛苦，也再也不会害怕。刺下去，你就活下来；刺下去，你就活下来；刺下去，你就活下来。心微微刺痛，是你放任爱游走，让我放纵。心微微刺痛。麒麟云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洛仙宫的首席长史。我会赐你一对雾星纱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从今往后，你不得对他人再轻易许下感情，因为你已经不配再有感情。戴上这对雾星纱，你的命就不再是你的了。长史，长史，属下明白。明白便好。你分身前来，不宜久留，回去吧。是。启禀公主，你要找的人有眉目了。此人名叫张问天，隐居在永业城。于英杰，于英杰，要不要一块吃包子？走啊，去吃包子。哇，你这眼底泛青，不是中毒就是熬夜了。快说，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我昨晚去见了一个朋友啊。朋友？你还有什么朋友？男的女的？当然是男的啦。您男呢？怎么没看见他呀？哦，他昨天晚上情绪好像不太对，一直嚷嚷要下山。下山？该不会是因为在白骨翼面前丢了脸，受了刺激，逃学去了吧？
可是今天下午有师尊的课，逃学是会被虐得尸骨无存的。英男他不至于吧？英奇，英奇，天一、迷尘，你们谁看见英男了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奇怪了，我一觉醒来，发现他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小飞，以后就我们2个了。我们2个要浪迹天涯，行侠仗义，劫富济贫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哇，小飞，刚刚是你在说话吗？你原来是一只神龟啊，太牛了！也不想想我的主人余英男女侠是谁？英男姐啊，我好想英男姐啊。虽然我在信中跟她说过，要上蜀山找她，但是我来来回回找了好多遍，连上山的路都没有找到。不过她那么怕吃苦，应该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的。喂，你说谁怕吃苦呢？哇，英男姐，原来刚刚是你在跟我说话呀！我收到你的信就立马下山来找你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。你这次也太胡闹了吧！走走走，跟我回家去。啊，我不走，我再也不要看到我爹了。你要是真想离家出走的话，就不会每次都躲在这儿等着你爹来找你了。小屁孩，走走走。你们干什么？小老，你没事吧？头有点晕啊！先别说那么多了，赶紧带他们走。过来。好笨啊，他们！好笨啊！你是？老实点！干什么？告诉你们，我们是土匪。土匪？小心啊！土匪？没事，我保护你。睡着了哎。睡着了。思绪因为你失控，陪我在夜里蠢蠢欲动。相信不来的梦，我愿为你放弃自由，放弃自由。思绪因为你失控，陪我在夜里蠢蠢欲动。看你闯入我的世界，让我毫无防
就这样付出一切。我痛，心微微刺痛，是你放任爱游走，让我放纵。痛，心微微刺痛，是浪漫还是诱惑？我不敢追问你不言说。思绪因为你失控，陪我在夜里蠢蠢欲动。看你闯入我的世界，让我毫无防备，就这样付出一切。我痛，心微微刺痛，是